妻子在雨中跪了3天3夜，嘴里不停地说着我一定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家人轮番来去劝阻，他都不肯离开，自虐般的惩罚自己。而我冷漠地拉上窗帘，从今以后他的一切与我无关。只因婚礼当天到了交换对戒环节，老婆的白月光在台下颤抖求救。小雪，我又不舒服了。老婆急得婚戒掉在地上都没发现。婚礼暂停。他冲下台，与白月光紧紧相拥。老婆，你在做什么？陆子泽有皮肤饥渴症，发病时不被抱着会死的。我们结婚的日子，你拉着个脸给谁看？我只是在助人为乐，你也太小肚鸡肠了。他以为我会一如既往地迁就他，可我突然就不想忍了。婚礼不用暂停，直接取消吧。他有病，你是药，祝你们天长地久。我用心筹备了半年的婚礼，没想到婚礼会被老婆江雪暂停，只因她要在我们的婚礼上拥抱另一个男人。看着江雪和陆子泽贴得严丝合缝的身体，他们紧挨在一起的脸，原以为今天我会是我们爱情里当仁不让的男主角，谁知我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丑。我突然就累了。江雪没想到对她千依百顺的我会突然反抗，她生气地追上来，拉住我的胳膊。王艳，别闹，婚礼还没结束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小雪，我好难受，你别走。江雪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选择放开我，转身投入陆子泽的怀抱。我在，我不走。我苦涩地勾了勾唇角，脚下冷不丁踩到一样东西，是江雪刚才掉在地上的戒指。江雪挑剔，为了选到她喜欢的款式，我做了很久的功课，跑了很多家店，才得到她的首肯。如今戒指就这么躺在地上，任谁都可以踩上一脚，像极了我的心也正被江雪肆意践踏。我心中一阵刺痛，手一松，一直珍而重之握在手心的戒指随之掉落。我却没有理会，大步向外走去，一口气走出很远，没有任何人追上来。我是孤儿，没有亲戚，为数不多的朋友也因为江雪的嫌弃疏远了关系。今天到婚礼现场的，没有人会在意我。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了一会儿，手机传来震动声，那是江雪建的一个婚礼见证群。她曾笑着让大家在这一天多拍一些美照和视频发在群里。此时里面多了一段视频，陆子泽搂着江雪的腰，说自己的嘴唇也难受，需要治疗。江雪不假思索地抬起头，便迎了上去。嘴唇即将相触，岳母林小翠拉住了他们，提议他们去隔壁的更衣间私下治疗。两人牵着手离开，林小翠开始若无其事地招呼宾客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打开更衣室的监控。当初怕婚礼忙中出错，我特意让酒店帮我连上了监控。如今我看到他们连门都来不及关，便迫不及待吻在一起。陆子泽的手还不安分地在江雪身上游走，可他非但不反对，反而一脸享受。王艳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当然不会，它就是我的一条狗。你见过不听主人话的狗吗？我倒是希望他真愿意放手。怎么可能？你看着吧，他马上就会回来求我原谅了。好好的，别提他了。子泽，你好点没？还没好。讨厌。两人再度吻了起来，我自虐地看着，眼泪无法控制地往下流。可哭着哭着，我就笑了。原来我这7年的付出，不过就是一条狗在讨好主人。但这次我不会再回去向他摇尾乞怜了。愣神间，婚礼见证群里，江雪这个群主发了一条群通知：婚礼马上继续。我这个新郎缺席了，可婚礼再继续。江雪有些凌乱的发丝已经重新梳过，被青的红肿的唇上又涂了新的唇膏。她手握话筒向宾客们解释：今天大家抽空来祝福我和王艳，她却不负责任地跑了。为了不让大家白跑一趟，所以我会请朋友陆子泽来代替王艳，把流程进行下去。陆子泽和我们小雪是多年的朋友，刚才你帮我，现在我帮你，朋友间就是这样的。江雪的闺蜜带头鼓掌支持，顿时掌声一片，气氛重新热烈起来。被丢在地上的对戒已经重新擦拭干净，摆放在红丝绒的托盘中。江雪和陆子泽深情款款地互换戒指，拥抱亲吻。我将婚礼见证群里不同角度的视频都点开看了，这才发现望着我时表情总淡淡的江雪，原来也会有这般情意绵绵的眼神。关掉视频，我心里一片茫然，前面就是分岔路，可我忽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直到好久不联系的发小程宇明给我发来消息：燕子，新婚快乐，给你随个礼，虽然人不到，但我的心意在。我的鼻子一酸，敲下一行字：兄弟，有空聚一聚吗？得知我成了逃跑新郎，程宇明立刻请了假出来陪我，坐在我们过去常聚会的小饭馆里，几杯酒下肚。啥玩意？得了皮肤饥渴症，所以在婚礼上抱一起，骗鬼呢？我最近写论文，正好查过是有这么个病，但就是心理引起的渴望触碰而已，没听说不被抱就要死啊！而且嘴唇也有病，太扯了吧？我看不是有病，是发骚。我一杯又一杯的喝酒。燕子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样？你该不会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借酒消愁完又回去吧？也不怪程宇明会这么想，曾经的我为了江雪一再退让底线，我开了一个餐馆，江雪嫌弃我是厨子丢人，
我便听他的辞职。他要求我向东，我便绝不会向西。可我做这一切，源于我以为江雪也会珍惜我的爱。在他让婚礼暂停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该收回我的爱了。我打算结束这段感情，干点事业。早该这样了，正好我有个朋友，他们的餐厅应聘主厨，面试和考核通过，还可以去巴黎进修培训1年。以你的实力肯定没问题，要不要试一试？原本婚礼结束后，我和江雪会去巴黎度蜜月，连签证都办好了。这些年，我为江雪放弃了自我，错过了太多机会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错过了，我答应下来。当晚，我住在程宇明家，江雪没有跟我联系，可婚礼见证群里的视频不断。到了闹洞房的环节，陆子泽还在兢兢业业地扮演着我。他们从两头吃同一根香蕉，直至将它吃完，唇齿相依。江雪将手伸进他的裤子寻找被放进去的乒乓球，后来他们又被起哄着躺到床上，盖上被子。片刻后，陆子泽把江雪的内衣抛了出来，人群里一片叫，大家玩得不亦乐乎。折腾了很久，门被关上，里面就只剩下江雪和陆子泽。随着那砰的一声，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也死死地关上了。群里陷入寂静，我却怎么都睡不着，思绪飘回了过去。当时我开着很小的西餐店，全靠我一人张罗，但回头客特别多。那天有客人说披萨里有蟑螂，叫嚣着让我10倍赔偿。店里有监控，偏偏他坐在监控死角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我都打算认栽了。江雪站了出来，提供了视频，证明是那个男人自己带来蟑螂讹诈我。我很感激江雪，她笑容灿烂地说：“那男的一进来我就觉得有问题，所以就悄悄录像了。我可不能让这颗老鼠屎毁了我最喜欢的店。”江雪不知道，她说话的样子好像会发光，照亮了我的心。江雪经常来光顾我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当着所有客人的面宣布，通向一个女人心的方式是先征服她的胃。王艳，我被你征服了。突如其来的表白让我欣喜若狂。我喜欢江雪很久了，却只敢暗恋，没想到我们竟是双向奔赴。那天我给所有人免单，让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。可渐渐的，江雪说她喜欢吃我做的饭，一想到别人也能吃，就会吃醋。她要我关店，我满心满眼都是她，不舍得她受一点委屈，咬牙答应下来。后来她要求我全心全意陪她，我再次退让。不知不觉，我按照她的要求，全职在家做主夫，料理她的生活，活成了她满意的模样，却失去了自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听见她跟闺蜜说，不喜欢她当厨子，不喜欢她的狐朋狗友，只要哄哄我，我就乖乖听她的了。我有点生气，江雪却说因为爱我，才对我用了美人心计，还提出要结婚。我们在一起7年，我一直渴望跟她步入婚姻，成为真正的家人。我转怒为喜，相信她愿意把未来交给我，是真的爱我的。就在婚礼前夕，陆子泽回来了。他是江雪的初恋，当年为了更好的发展，毫不犹豫抛下江雪。多亏我做的饭治愈了他的胃，我的陪伴治愈了他的心。他和陆子泽只是过去，不可能再有什么了。于是当江雪说陆子泽得了罕见病，他只是以朋友的立场去看望他，我信了。直到婚礼那天，我才知道是这种病，简直是离谱的可笑。第二天中午，江雪终于想到联系我了。闹够了就赶紧回来。也好，也该去收拾一下东西。见到我，江雪一脸得意。有什么可闹的？还不是乖乖回来了。新婚挺愉快的。是你把我丢在婚礼上，陆子泽好心帮忙，你怎么有脸阴阳怪气？赶紧向我们道歉。他这样倒打一耙，颠倒是非，我本该难过的。可现在我只是平静地越过他，开始收拾行李，搞离家出走那一套。你也配？我不嫌弃你是个厨子，不嫌弃你没工作，看在你伺候我7年的份上，决定给你个名分，够对得起你了。毕竟就是养条狗，7年也有感情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突然在想，他会这么看不起我，其实我也有责任，是我无条件的纵容，让他这么理所当然的践踏我。他说喜欢犬系男友，我也曾努力迎合，可7年的陪伴，到头来我只是他眼里的一条狗。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赶紧道歉，不然别想跟我领证了。我一边收拾衣服，一边回答，好，不领证，我们之间结束了。如今我庆幸江雪说婚礼让他满意，才能领证。现在我们之间只需要分手就可以。江雪夺过我手中的衬衫，丢在地上，还踩了几脚。别蹬鼻子上脸，要不是看在多年情分，我早就踹了你，跟子泽在一起了。我心中的火气蹭一下就上来了。江雪，你要是真的顾念这么多年情分，就不会在婚礼上这么羞辱我，连新婚夜也让别的男人代劳。你凭什么以为我还会毫无底线的忍受？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，我和子泽只是在聊天。所以你脖子上那么多红痕，是狗啃的。你骂谁是狗呢？是啊，你连狗都不配当，狗起码忠诚，你有吗？当初是谁抛下江雪的？我要是你，根本没脸回来纠缠。陆子泽被我戳到痛处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我好像又发病了，小雪。这借口还真是拙劣，可江雪偏偏就是愿意相信。她紧张地冲过去，搂住陆子泽。别怕别怕，
有我在。陆子泽埋在江雪颈间，对我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。你别往心里去，王艳就是没爹没妈，有人生没人教，才说话这么恶毒，活该她是孤儿。7年的朝夕相处，江雪很懂我，知道怎么说我才会最痛，心口很疼，可除此之外竟然没有愤怒，只剩下释然。江雪脱口而出后，似乎也有些后悔，她张了张嘴，向我伸出手。小雪，我难受。犹豫了一下，江雪不再看我，继续去哄陆子泽。我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幕，要记得他曾如何践踏我，要记得他一点都不值得。随后我再次转身，毫无留恋。这一次我彻底将爱收回。整整3天，江雪没有联系我，我也乐得清静，花了2天时间准备面试，主要是准备考核的菜品奶油南瓜汤，非常简单的一道菜，可越是简单，越是考验功力。公司的高管和厨师们尝了我做的奶油南瓜汤，露出赞许表情。我顺利通过面试，第2天便能飞去巴黎参加培训。得知我很崇拜的米其林大厨米歇尔也会是培训官，我内心很是激动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面试的时候关了手机，打开后没有来自江雪的电话和消息，倒是那个曾经的婚礼见证群里十分热闹。原来今天是婚礼的第3天，群里有人起哄，说按照旧规矩，这是回门日，新人要秀恩爱。于是江雪在群里发了一张坐在床上的照片，虽然只是背影，但显然那是她和陆子泽。群里都是江雪的朋友，他们纷纷说她和陆子泽才是郎才女貌的一对。如果是过去，我一定会难过至极，可现在我只是默默退群，懒得再理会这些跟我无关的事情。我才刚退群，悄无声息了3天的江雪便立刻打来电话。你好好的怎么退群了？那天我是气过头，说话有点过分，可你确实闹得有点过头了，过了这么久了都不回来，甚至退了我们的婚礼群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本来就没有领证，更何况你身边不是早就有了和你郎才女貌的人吗？你怎么又吃醋了？你不在我身边，我才找他一起拍照，而且我们什么也没干。我没有吃醋，这些你也不用告诉我。王艳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有些无语，干脆沉默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江雪叹了口气。虽然照片是和陆子泽一起拍，但今天我肯定是要和你一起回娘家的。我妈也想你了，她做了一桌好菜让你回去吃饭。我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但想起还有一些东西在曾经的岳母林小翠那里，便答应下来。听我说了，好。江雪语气嘚瑟起来。就知道你口是心非，怎么可能舍得离开我？那就晚上见了。我准时去了林小翠那儿，江雪一如既往的迟到了。林小翠将最后一道辣子鸡丁端上桌，语重心长的劝我：小燕啊，记得小雪把你领回来时我就说过，你没有爸妈，从此我就是你妈，我是把你当孩子看待的。婚礼上小雪是做的有点过分，可是这年头有本事的人，谁在外面没有点风花雪月的事？只要小雪的心还在你这，就没必要计较。更何况她跟陆子泽之间也没什么，就是抱一抱，而且还是为了治病。你不觉得小雪心善也就罢了，居然还不体谅她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小雪在外面上班很累，很不容易，一会儿她来了，你好好给她赔个不是，我帮你撮合一下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我刚要开口，扭头看到江雪倚着门框，面带笑意。老妈不愧是我的嘴替，会说就多说点。哎呀，我也就说点实话，还不是盼着你们好吗？来来来，都是你们爱吃的菜，洗了手快来吃。看着他们母女其乐融融，再看向满桌的菜，除了辣子鸡丁，还有夫妻肺片、水煮鱼、盐水大虾，不是辣的就是海鲜，全都是江雪喜欢的。可这2样都是我不能吃的。口口声声将我当作自己孩子的林小翠，7年了，依然连我的忌口都不知道。我忽然不想再浪费口舌，因为说什么都叫不醒装傻的人。林阿姨，借我的30万块什么时候还？林小翠眼神慌乱起来，毫不知情的江雪却压根不信。什么30万块钱？我妈怎么会问你要钱？你哪来的钱？我过去开店当老板是有些积蓄的。我和江雪在一起，林小翠曾单独让我去吃过1次饭，她问过我的口味，做的都是我爱吃的。打听到我还有30多万的存款后，她便找借口陆陆续续问我借，直到全都借走。那以后林小翠便再也记不得我的口味了。而我爱屋及乌地觉得她是江雪的妈妈，就是我的家人，钱给她也是左口袋到右口袋，没必要计较。最初的那顿饭虽然林小翠做饭的手艺一般，却真的让我以为尝到了家的味道。如今想来，到底是真心错付了。江雪的3观不正，显然也是随了根。谁借你30万了？我当时说的是你把钱给我用用，可没提到借。
他耍无赖地玩着文字游戏，可江雪骄傲惯了，难以忍受自己的亲妈瞒着他向他的狗借钱。妈，你这么做真的很丢我的脸。我也是为你好，男人有钱就变坏。我把他的钱都弄过来，以后他只能死心塌地跟着你。既然是为了我，那把钱给我吧。凭什么啊？是我凭本事要到的钱，干嘛要给你？我听不下去了，淡淡起身。那就什么时候还钱，什么时候再联系吧。不管怎么样，妈的动机是好的，也是为了我们好。今天让你去吃饭，已经是给你台阶了。你明天就到民政局去跟我领证，否则过期不候。到现在他依然不相信我放手了。也是，我曾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，才让他充满底气。我不再理会，收拾好了行李，明天便将飞往异国他乡。第二天候机的时候，我看到江雪更新了一条朋友圈，是他和陆子泽拥抱的自拍，配文：你的一生由我治愈。我心中早已没了愤怒和失望，顺手就点了个赞。江雪的电话立刻打了进来，语气中还有一些慌乱。我只是忘记屏蔽你了，可你怎么好意思点赞？跟你说了很多遍，我是在帮他，才会抱他。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已经到民政局了，赶紧过来，这个台阶你再不下，我就要收回了。你想抱谁就抱谁，我不会和你领证的。广播里传来登机提示，江雪紧张地拔高声音：你怎么在机场？你要去干什么？我没有回复，直接关机。下飞机后打开手机，便看到他打来很多电话，发了很多消息。一开始满满的质问，后来语气竟然软化下来。好了，我承认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满意了吗？赶紧回来吧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如果是过去，我会很惊喜，但现在不会了。想了想，我干脆把江雪拉黑，心无旁骛地投入培训。我每天都学到很多新东西，过得十分充实。闲暇时分，我会到广场喂喂鸽子。渐渐的，我觉得自己的那点烦恼好像很渺小。可是这天，我正掰下面包喂鸽子，听到有人叫我王艳，原来你真的在这。江雪一脸惊喜地朝我奔过来，鸽子被惊扰，扑闪着翅膀，哗啦一下全都飞走了。我用你的证件信息查了，发现你来了巴黎，于是也飞过来了。没想到这么大的城市，我们都能偶遇。你看，缘分就是这么奇妙。缘分嘛，对的人才叫缘分，错的人那只叫意外。不久之前，我做梦都期待着和江雪一起来巴黎。我列了一整张的清单，都是在蜜月里要和江雪一起做的事。其中一件便是在广场上喂鸽子。可如今我看着身边的江雪，只觉得厌烦，想结束这场意外。我站起身，避让开她的身体接触，江雪却仿佛毫无察觉，挡在我面前，一脸委屈。当初我们不是有很多要打卡的项目吗？我们一起去实现，好不好？还有，我很久没有吃你做的饭了，你看我都饿瘦了。我看她，才发现她红光满面的，脸上还有着某种潮红，显而易见是刚结束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特殊运动。我们结束了，我不会跟你做任何事了，我也不会给你做饭。要是饿了，你可以去找佣人和保姆，还不满意，去找条狗也行。如果是过去，我说出这样嘲讽的话，江雪一定会生气的发脾气，可她却一副隐忍的样子，还软下声音。好了，可是你会来巴黎，就说明你根本没有放下我。这里是我们要度蜜月的地方，你跑来这里也是想让我追过来哄你。可这时江雪的手机响了，她看见来电显示，便连忙停下，由于着急，还按下了免提。小雪，我现在很难受，你在哪里？快点回来！你说好要用一生治愈我的。江雪下意识地抬头看我的表情，见我并不生气，她微微松了口气。阿燕，你知道的，子泽只是生病了，我去就来，你等我，一定要等我。直到日落，江雪都没来，但我早有预料，毕竟我根本就没有期待。第二天刚走出大楼不远，我看到了等候多时的江雪。你在跟踪我？不是跟踪，是关心。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功夫才打听到你在这。王艳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答应我不再当厨子的吗？怎么又跑到这里来学烧饭？你口口声声叫我厨子，你很高贵吗？你事业有成，但也只是在为人打工，你和我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？收起你的颐指气使，江雪，我不欠你的，也不会再被你打压。见我态度强硬，江雪愣了一下，有些讨好的笑了。别生气，以后我不这么说了。她摊开手心，里面是2枚戒指，我们曾经的婚戒。那天婚礼上，我们还没来得及交换对戒，现在把仪式完成，我们好好的去度蜜月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的，我也是紧张你，爱你，才希望你多点时间陪我，别去工作了。过去每江雪提要求，我便心甘情愿为她圈地为牢，可我早就知道她所谓的爱，只想把我塑造成她所要的样子，至于我的感受一点都不重要。见我不接，江雪把戒指塞在我的手里。快点吗？快点给人家戴上。可我却如触电般，转手就将戒指丢进了旁边的许愿池。这一对戒指是我挑选的，可被陆子泽和江雪戴过了。他们戴着戒指完成了仪式，
度过了新婚夜。我嫌脏。江雪，我不是许愿池的王八，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以后我有自己的生活，不会再被你摆布。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？这样纠缠真的很烦。你这样的举动又和狗有什么区别？江雪脸色发白，表情越发慌张。阿燕，以后我不去给陆子泽治病了，我再也不见他了，我会跟他了断，你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你跟不跟他了断和我没关系，因为我早就跟你了断了。江雪这才意识到我是认真的，我是真的收回了对他的爱。江雪浑身颤抖，满眼祈求。不要这样，求你。陆子泽却忽然冲了出来，狠狠推了我一把。你竟敢让小雪伤心，我饶不了你！一声干脆利落的巴掌声，让陆子泽扬起的手僵硬在空中。闭嘴！我和阿燕的事，轮不到你多管闲事。陆子泽捂着脸，许久，他面色痛苦地哆嗦着嘴唇。我好像发病了，小雪。你有病就去看病啊，我又不是医生，为什么就缠着我？而且我们分开这么多年，也没看你死在外面啊，你还装病装上瘾了吗？我看你是心理变态吧。原来江雪一直都知道陆子泽是装的，可只要不触及他的利益，他便愿意纵容，愿意陪着他演下去。反正憋屈受伤的是我，又不是他。可现在江雪意识到会失去什么，才终于跟陆子泽翻脸，只是一切都太迟了。小雪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对你的心从来没变过。没变过，当年你为了前途抛下我，现在回来也不过是觉得没有比我更好的选择。可我跟你只是玩玩的，你哪里比得上阿燕？只有她会坚定地选择我，从来没有背叛我。我们已经结束了，陆子泽，你给我滚！我不要，小雪，你再给我个机会。两人纠缠不清，而我无所谓地离开。阿燕，我会向你证明，我在乎的只有你。过了一天，江雪又出现了，她献宝似地摊开双手。阿燕，你看，我把戒指找回来了。我在许愿池里捞了好久，还感冒了，好在终于找到了。一夜之间，江雪倒是憔悴了很多，就像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。可我已经不在乎了。不用拿给我看，你喜欢就自己留着。那30万我已经转账给你了，到账可能要一点时间。挺好的，那我们之间真的两清了。不，没有，阿燕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了。你想要当厨师，我答应了。你想和那些那些朋友来往，我也不限制你了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觉得很无语，我想做什么工作，这本就是我的自由，如此正当的权利，在他看来，竟好像是他给的恩赐。可我不想再说什么，因为我知道江雪听不进去，就像我早已跟他说过很多次，我们结束了，他却依然不依不饶一样。这戒指是我们爱情的象征，求求你戴上吧。我能做的只有加快脚步，不知不觉走到巷子口，一个流浪汉冲过来抢他的戒指。当初要来巴黎度蜜月，我就做过攻略，也郑重地跟江雪说过，一旦遇到抢劫，要配合地把钱财交出去，因为这个时候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江雪却毫不犹豫追了上去，想把戒指抢回来。她的举动激怒了流浪汉，从腰间掏出一把刀，寒光一闪，江雪捂着腰倒在地上，可她连伤口都顾不上，只撕心裂肺地喊着：还我戒指，还我戒指！相识一场，我替她报警，叫了救护车，但也仅此而已。几天后，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打来电话，刚接通，江雪便可怜兮兮说她好疼，想要我去看她。我毫不犹豫地拒绝。陆子泽也求我去看江雪，还说只要我去，他愿意退出。可是他和江雪怎么样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等江雪伤好后，公司一催再催，他也回了国。他用陌生号码给我发消息，说会做个了断，等我回国。我删掉消息，投入到培训中。江雪的闺蜜和朋友都告诉我，她真的和陆子泽断了。陆子泽给我发来短信，说他虽然不甘心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他和江雪之间已经不可能了，因为江雪真正爱的人是我。我没有回复，我已不在局中谈何输赢。我在巴黎培训时，正好有国内的综艺来录节目，选中我去他们的餐厅当嘉宾厨师。我的厨艺获得了明星们的交口称赞。综艺播出后，我涨粉无数，变得小有名气。可我依然踏踏实实的学习，得到了米歇尔的夸赞，来自偶像的肯定，让我激动万分。1年之后，我回国直接成为国内米其林3星餐厅的主厨，还经常在美食节目里担当嘉宾。很多观众夸我做饭的样子很迷人，还好奇我是否单身。每次我只笑着打岔。我回国第1年的七夕，餐厅搞了个噱头，开放一个抢购名额，幸运的顾客可以预约到我主厨的大餐。那一天，我准备就绪去迎接我的客人，却发现来人是形单影只的江雪。我礼节性地问了她的口味，倾注所有感情，做出一顿大餐。江雪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眼中重新燃起了光彩。阿燕，我就知道你没有忘了我，你做这顿饭特别用心。如果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，这顿饭我们一起吃好吗？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。我的确倾注了感情，因为这是我所热爱的事业。无论面前的客人是谁，我都会拿出自己最好的厨艺。
你的综艺我都有看，以你现在的人气和地位，想恋爱很容易，可你却单身，你根本就是没有忘记我。他固执地看着我，就那么僵持着。看来他不知道真相就不会用餐了。我不想浪费一桌心血，于是给他看了我和女朋友的照片。我只是出于要保护女朋友才没有公开，也希望江小姐能保密，谢谢。江雪呆呆地坐着，缓缓抬头看我。江小姐可以用餐了吗？江雪茫然地点头，吃着吃着便哭了起来。店长被吓到了，过来问她是不是哪里不满意。真的很好吃，我会记得一辈子。江雪一个人吃完了双人餐，连装饰的配菜都没有留下。是我咎由自取，祝你幸福。江雪哽咽着说完夺门而出，她的身影淹没在夜色。而此时此刻的我站在水晶灯下，站在光明璀璨中，